你是不是也曾经在开会、看电影或半夜熟睡时，突然被手机讯息吵醒？凌晨3点你终于睡着，手机却突然亮起，震动，响了一声，只为通知一封广告简讯。根据调查，一般人每天被手机打扰超过80次，专注力与睡眠品质全面崩溃。但这样技术有机会解决这一切。大家好，我是杰奇，欢迎来到杰奇的专利洞察。在这集影片中，你将学到 Apple 如何透过一项专利技术，让手机根据时间、地点、日历、运动状况，自动判断你是否正在需要安静的时刻，静音通知不打扰你。本件专利号码是 US 202501555983，目前尚未核准，专利名称为通知静音时段管理机制，由 Apple 所申请。技术核心在于结合多种条件，自动启用与管理静音时段，并支援例外通知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手机能不能自己判断现在不该吵你，甚至主动学会你的生活节奏？接下来我们用一个情境故事来说明这项技术。晚上睡前，小珍在房间里开启晚上10点到早上7点的静音时段，笑着想，终于不用担心半夜被讯息吵醒了。她在闹钟 App 里设定明天6点半起床，系统自动启动睡眠静音模式，月光洒进窗边，她也放松地准备休息。深夜里，手机被放在床头柜，一动也不动。过了一段时间，自动进入静音，小珍熟睡着，全然不被打扰。闹钟还没响，小珍就醒来滑手机，系统侦测到她的操作，自动解除静音。在车上，她主动开启行车静音模式，画面跳出提示：行车安全最重要。她点头微笑。高铁飞快前进，手机侦测出高速移动，自动开启通勤静音模式。小珍安静地望向窗外的风景。她走进图书馆，手机感应到图书馆的位置后，自动静音。小珍坐下来安心读书。在公司开会时，由于日历事件或地点自动触发会议模式，手机右上角显示勿扰中，他不用特别关静音，也不怕突然的通知声打扰会议。每周3的周会，手机已经学会了固定模式，自动在同一时间切换成静音。中午午休时间到了，手机侦测到日历中的休息时段，自动静音。小珍靠在椅背上小憩。在咖啡厅专心写报告超过半小时，手机因为侦测到他静止不动，自动切换静音，环境更安静。他传讯给主管后，手机在10分钟内跳出主管的回复通知，因为系统知道这是他主动联络后的重要回应。同事在3分钟内打了2通电话，第2通突破了静音设定。小珍一看手机，马上知道可能是急事。妈妈打来的电话在静音期间仍震动显示，因为妈妈被列为例外联络人，小珍立即接起。下班搭捷运回家时，手机侦测到位置到了家附近，自动转成家庭静音模式，她安心地拿着书阅读。在健身房跑步时，手机感应到他在运动，切换成静音模式。小珍戴着耳机，享受不被打扰的音乐时光。和朋友一起看电影时，由于地点加时段静音条件组合，手机自动转成静音，他无需多操作，就能好好享受大荧幕。他手动打开控制中心，点选启动静音模式，决定接下来的时间想要安静一下。他对着手机说：“开启勿扰3小时。”手机马上回应：“勿扰已启动。”语音操作很方便。晚上在沙发上，小珍看着手机显示，你今天被打扰次数0。她满意的笑了，享受这份安静的日常。本专利的技术核心在于，它整合了5种智慧判断方式来决定何时应该静音。1. 时间排程，使用者可以指定晚上10点到早上7点这类固定静音时段。2. 地点侦测，进入教堂、戏院、家中等特定地点，自动进入静音。3. 活动感应，像跑步、静止、开车等情况，手机会根据感测器自动转换状态。4. 应用事件触发，例如开启闹钟，自动同步日历的会议时间进行静音。5. 行为学习模式，如果你总是每周3早上自己静音，系统会主动学起来，下周帮你开。不止如此，它还支援例外通知规则，指定的联络人或群组可以突破静音，像妈妈、主管、专案小组等。若同一人短时间内重复来电，视为紧急自动放行。你主动联络的人若回讯，也会跳通知，避免错过重要互动。还能根据 email 账号、行事历事件重要性进行精细控管。本专利本质上是条件式逻辑与例外处理的组合。核心技术是多来源感知加自动化规则引擎。AI 并非此专利的必要条件，但若要进一步提升智慧程度，如学习使用者偏好，根据情境预测是否启动勿扰，则 AI 可作为未来延伸实作的技术手段。一起读专利，带你秒懂技术原理。我是杰奇，谢谢你看到最后，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